我们不可能住在温室里面，所以必然有创伤。你要懂得如何心理使用力量，要用力在什么地方。那知道怎么用力了，你也必须要有能量去面对。各位好，这一集是不看更焦虑的第14集。我们不可能住在温室里面。我们小时候可能因为原生家庭父母都不是很成熟，或者是情绪有问题，所以呢，我们有不安全的亲子关系，造成不正常的依附。我们在学校，我们在职场，也都遇到一些不公平，或者是被霸凌。我们在家庭里面呢，也会面对很多家庭成员的情绪勒索，然后不断的抱怨。那要面对这些问题有时候就会产生创伤。那创伤是很难避免的，除非你一辈子都住在温室里面，所以必然有创伤。那处理创伤的不正确和正确的方法很不一样。你要懂得如何心理使用力量，要用力在什么地方。那知道怎么用力了，你也必须要有能量去面对。所以今天方医师的题目就是如何面对创伤的能力跟能量。那这个英文 shit happens， 就是鸟事总是会发生的。你知道鸟飞过去它随意大小便的。那只要天上有鸟鸟总是要排泄的嘛，所以总是会有发生这些鸟大便的事情。那鸟呢，它也没有目的因为它没有什么膀胱，所以它有东西它就要马上把它发泄出去所以它会产生很多没有目的的受害者。可是根据这个外国的研究发现在大停车场里面，他们去统计呢，鸟类比较喜欢红色的车子。所以你说鸟乱大便其实也不是这样，它有 18% 的机会是落在红色的车上，因为它可能把红色的东西当作大自然不存在的，然后用大便去攻击它。那第2名才是蓝色。那最后1名最不会被攻击的是什么呢？是绿色。因为绿色就像草地一样然后鸟类去攻击草地干嘛？所以它有时候会用大便做武器去攻击地面上的红色跟蓝色。所以如果你车子是这2个颜色，就容易被攻击。那有时候我们在路上看到这个蟑螂或者是老鼠被碾过呢，只要这天底下呢有小动物，然后要过马路，那马路有车，这个组合呢就一定会有一些小动物的车祸。那你不要看到这个老鼠被你撞了，或者说这个蟑螂被你碾过了，你就自以为是说我跟这个蟑螂或者跟老鼠有累世的因果关系啦，所以我才把它碾死的其实事情是没有这么复杂的，它是一个随机的选择，它是一个纯粹的没有目的的受害者。所以你不要把这种宇宙的随机性当作是你跟蟑螂的因果关系那宇宙的随机性每一件事情呢必然有一定发生的结果。那这结果的发生会有一个范围，这个范围里面它就有随机性，也就是方医师讲的必然性里面的随机性。所以每一个人发生衰事的机会呢都是一样的。有人就去研究说忧郁症的病人呢有没有发生人生的衰事比较多，后来发现也没有所以并不是说你特别倒霉或特别不倒霉，这机会呢都是差不多的。上帝是很忙的，他不会特别去搞任何一个人，他没有时间去搞任何一个人。如果有人呢得利了，就有人倒霉了；如果有人赚钱了，就有人赔钱了；如果有人活得比较久，就有人活得比较短。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好事情呢，不要太开心了，因为有人就会相对遇到坏事情。那我们遇到坏事情呢，也不要太伤心了，因为呢就有人得到好事情。所以不以物喜不以物忧那为什么会感到焦虑呢？为什么有些人一直感到莫名其妙的焦虑呢？那就是因为有危险嘛。原始人的危险一般都是很明确的。如果他今天出去看到说
都没有什么野兽啊，他就觉得很安全。那如果没有看到野兽，原始人还觉得说身体不舒服，他们一律认为是吃坏东西了，因为当时没有冰箱嘛，食物容易腐坏啊，所以他们的标准的身体反应就是呕吐啊。那这个生理的特性继续被我们现代人继承了。所以今天任何不舒服，头晕跑去呕吐，这个压力太大跑去呕吐，昨天没睡跑去呕吐，呕吐就变成了一个原始人遗传下来的特性，所以只要不舒服呢，都会想吐。那现在面对焦虑的状况是比原始人更复杂，因为压力是无所不在，而且是模模糊糊的，所以焦虑的第一个来源就是模模糊糊的。那持续在焦虑的状态之下，那仍然没有去搞清楚到底在焦虑什么，只会一直在焦虑的状态之下。就算知道是想什么原因让你焦虑的，你也不想去面对，因为没有能量去面对。那现代人因为现在变得比较聪明了，那小小的一个危机呢，它就可能制造出几百个阴谋论，那我们不断的去放大跟推理，让焦虑变得更可怕，而不是更不可怕。焦虑不是说欠人家1000万，是因为你不晓得欠多少钱而感到焦虑。焦虑不是说你得了癌症，是你现在有症状，你担心这个是癌症，所以不是欠1000万，也不是得了癌症。焦虑就是把事情呢搞得模模糊糊的，或者是火上加油，弄得那个阴谋论一大堆的。那有一天如果你到办公室那发现奇怪，桌子上怎么有一团大便？那你怎么样去正确处理这个桌上的大便呢？那你是不是停在那边说，好，我要来想一想，为什么现在桌子上有一团大便？是不是有谁进来故意要气我的？那你就想半天，一直想不出来。他打了很多电话，就不处理这个大便。那第二个人呢，不是这样做，他就赶快去找一些毛巾啊，找一些报纸啊，然后把它盖上去。然后呢，盖住之后味道还是会跑出来啊。然后他再去借一些或买一些香水，然后把它喷得香香的，不断的盖毛巾、盖报纸、喷香水，这都是处理大便的方法吗？这些就是让大便让你一直焦虑的方法。今天方医师就是要跟你分享说，如何处理桌上的大便。那有人呢遇到坏事比如说呢家里有老鼠那他也没有去解决，他就希望把这个老鼠盖住，只要不看到就可以了，所以他会去掩藏，然后他会去合理化，因为这些事情呢他不能接受，他太难看了，他太受不了了，所以他就要骗自己，然后骗别人说我没事，我很好，我 OK， 这种事情打不到我我没有在想的，我绝对没有在想的，就都是骗自己骗别人的。那有时候把它合理化呢，会觉得说对方当时会这样做也是有他的原因的，这样想是 OK 的，是有帮助的，是可以缓解你心里的生气的。可是呢也不用对对方太客气了，也就是说今天你很脆弱，你很倒霉，那遇到了坏事了，被霸凌被欺负了，那这样可不可以发生？当然可以发生就承认它发生了，不需要替你的敌人讲好话。那聪明的大脑呢，常常不是来解决问题的，都拿来毒害自己。平常做事情没有什么本事，去想阴谋论倒是很厉害。那有些人比如说脖子痛，他就想说我会不会是血管阻塞了，我要中风了，或者是我这边得脑瘤了。那越想越多，越想越多，那不断的害怕焦虑，结果脖子就更痛。所以如果一直在放大你的问题推理你的问题你只是会加重你的情绪的负担。那每个人都会遇到鸟事可是聪明人因为太会想了，所以他不断的放大跟推理问题，反而造成更多情绪的负担。方医师把它叫做聪明病所以我们遇到衰事最佳的大小就是原图一张让它是原来的样子你不要把它变成那种好像投射在墙壁的大阴影一只小老鼠变成那个大老鼠，老鼠怪兽那也不要把它故意视而不见，说没有老鼠没有老鼠，
是眼睛有业障，没有老鼠，这个都不需要这样。老鼠就是老鼠，原始的大小。那有人不但放大缩小还搞出一个很大的心理剧场，他不断的反刍、隐藏、合理化、共犯、推论，形成一个内心的心理剧场。那他还不断的向别人抱怨，然后情绪勒索，然后搞得自己人生一蹶不振。他还为了这个恨一辈子为了这个恨含恨奋斗。这些就是你不肯放过这个坏事，然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剧场。这些都是用不合理的方法，力气用错地方所产生的一个画面，一个结果。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帮助自己，或者是帮助别人，把它缩减成一只原始图案的画面。原始图案就是这一只老鼠而已。结果你把老鼠的事情搞这么大，搞了好几年都没有过去，你不如就回到头来看那一个画面，当年你弱，然后就被笑、被欺负、被霸凌，或者是你很倒霉，遇到鸟事、遇到奇怪的事，事情就是这么大而已，就是一张图。这张图要放在哪里呢？就放到我们的整页的图案的资料库里面。在我们人生的相簿里面呢，我们收集了一张图，那张图就是这个坏事的图，那就把它停在那个位置上，不要再去加重它，也不要去忽视它，就是这么大的大小。如果它可以印得出来的话，你就给它放在墙壁上。那这张图是方医师画的很破旧的房间的素描，那你把一张老鼠图放在你的墙壁上，天天看，虽然很难看，把它看到习惯。如果它是一个人生的坎绝对不可能搁在那边的啦，你一定要看到习惯，过了这个坎才可以往前走啦。那以上把一张很复杂的心理剧场变成一张图，这就是能力。那你看了这张图呢，你觉得很难过，你就深呼吸，你就慢慢的呼吸。那你每天想到这个坏事，你就继续不要害怕的看这张图，然后呢缓慢的呼吸，做1分钟也好，做5分钟也好，早上想起来也做，晚上想起来也做，也就是继续看着这一张很难看的图，然后缓慢的呼吸。这就是方医师讲面对创伤的能力。可是你有能力，你不一定做得到那是因为你没有能量，你没有办法去做，你连去做看着图然后慢慢呼吸的行为呢都做不下来。所以因为是你没有能量，你太虚弱了。所以我们来讲如何增加你的能量。那如何增加你的能量呢？首先你生活要规律，那不要涉险。什么叫涉险？也就是交一大堆可能会发生纠纷的朋友。每天规律生活是可以累积能量的人，涉嫌然后交一些奇奇怪怪的朋友，那就是把钱花掉呢。赚钱很难，还乱花钱。所以要赢回你脑袋的能量呢，第一个就是规律的生活，不涉险。第二个呢，积极一点，要增加你的自信心。所以呢，你可以去快走每个人都会走路的走快一点叫快走如果能力再厉害一点呢，可以去慢跑那也可以去重训你去重训的时候，那你肌肉都很有力气，你的那个信心感也会跑出来第三个呢，把握帮助别人的机会那有一个很穷的一个妇女然后在河边那遇到那个佛陀他就跟佛陀说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那个能力，那我怎么去帮助别人？那佛陀看一看就说，你是一个很亲切的人你可以用微笑去帮助别人。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把握可以帮助别人的机会，这种善缘也会增加你的能量最后我们要听到一些正确的奋斗故事也就是像方医师讲的这样的过程，他真的有面对，而不是那一种说我含恨奋斗成功，或者说我这些事情呢完全没有伤到我，这都不是正确版本的奋斗故事因为我们曾经都会衰弱虚弱嘛，我们曾经都会很没有能力嘛，状况很差的情况下，我们被欺负了嘛，那我们也无能为力帮助自己嘛，
那产生心理的创伤嘛。本来事情就可以发生啊，人一辈子都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大堆的啊。那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如何正确的面对，然后站起来，那这样的正确的奋斗故事，就是我们要听的一个故事。那最后就是说方医师讲说，平静的看图这在清醒的时候做的。这个想法是从平静的做噩梦来的。你知道你的大脑啊，每天都想要帮助你，他怎么可能会害你呢？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他都把这些噩梦啊、不好的东西啊，他拿出来演一遍，还编出一些剧本来呢。那都是你的弱点呢，你的致命伤呢。你的大脑都知道的这些东西是你过不去的嘞，结果他都把它演成戏给你看，同时他让血清素跟正肾上腺素很低，所以你就不会有焦虑感，所以你就可以平静的做噩梦，然后让你得到疗愈的效果。方医师把这个大脑本来在做的能力延伸到白天来，你白天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想那些过去的事情或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你要用的方法就是平静的看图，不要再想了，不要再自我对话了，把它变成一个场景，然后对着这个场景，看着这个场景，学习大脑的方法，用平静的方式。那怎么样可以得到平静？就是慢慢的呼吸，来骗你的大脑说我平静了。所以你这样做做一次有一次的效果，你做个2天3天，你会得到好处的。所以以上就今天方医师的分享，如何正确的面对心理的创伤的能力和能量。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